好，宠粉的仪态又来了。新一期光哥播出后，仪态又围观了下，说实话还蛮惊喜的。虽然哥哥们的舞台秀时间比较短，但整期节目还是看点十足。开场就来了一段重头戏，节目组收集了一些对哥哥们出舞台的评价，还根据这些评价准备了相应的晚餐，真的太会玩了。首先登场的就是汪东城，节目组给他准备了茶泡饭，意思是解腻，还有点吐槽他油，这明示加暗示的，着实有点扎心。你以为到这儿就够了？当然没有这么简单。评论卡片上的话才是重头戏。他的出舞台的每一个动作，答应我，其他哥哥都不要再碰了，好吗？直接暴击加1000。面对这样无情的吐槽，哥哥们也反击了，直接在线地板舞，各种版本一应俱全，这场面完全可以上榜这期名场面了。刚开场就这么搞，后面不知道得多精彩。果然，汪东城说完后就轮到陈志朋了。先看看他的食物，油菜炒油麦菜，油上加油。看完食物，再来看看他的卡片。是什么迷住了我的双眼？是出舞台他的 wink。 和他一样被 Q 到眨眼睛的还有谭健次。出舞台前半部分全程花痴脸，最后一个 wink 我是真的不可以。评论一出，他直接申请加入 wink 组。眨眼哥眨眼弟诞生，看到这个场面，汪东城也主动认领眨眼大舅，突然有种相亲相爱那味儿了。你以为到这儿就和平结束了？当然没有。评论显然不可能轻易放过哥哥们，就连一向乖巧的于朦胧都中枪了，被形容成看他跳舞好像在看仙鹤学蹦迪。别说自带仙气的于朦胧还真有点这意思。除了仙鹤，还有评论吐槽杜淳唱情人唱出了把情人就地正法的感觉，这形容也太绝了。有人看热闹不嫌事儿大，直接把黄晓明都拉出来了，说蛋饺肉丝拯救了孬胎套，脑洞也太大了吧，仪态真的服。其他人也不能幸免，陈晓东和刘维拿出了卡片，吐槽随迟弹道。一个被说开口以为在看歌手开跳，发现在看老年迪斯科。别说这吐槽还真有点押韵呢。另一个则说几十岁了还选这种歌和舞，辣眼睛。这些评论也太扎心了。可评论区明显是不想放过任何一位哥哥，每一句评论单拎出来，杀伤力都极强。对肖顺尧，他是谁？名字都没听说过，哪来的路人缘？面对这评论，瑶瑶直接来了版现场自我介绍，真的太机智了。我只说一遍哦，我叫肖顺尧。在他们被吐槽的同时，仪态也见识到了男明星和女明星的差别。面对无情吐槽，哥哥们都挺坦然，甚至还怼了回去。这要是放在浪姐身上，绝对又是一场血雨腥风。有了这么一个欢乐的开场，哥哥们越来越活跃了。节目组也把这个气氛持续了下去，直接安排了一场你说我猜。看到这儿，仪态真的被杨幂震惊了。虽然一直知道她很聪明，但这次又刷新我对她的认知。她戴着耳机，戴着耳塞，里面还放着很嗨的音乐，完全通过看对方的唇形来猜她说了什么。游戏开始后，机智蜜1秒上线，不仅答对了胡夏说的词，还展示了一波抢答，围观的哥哥们都惊呆了。看他答得这么轻松，伏龙飞还亲自上场检查耳机，结果当然是听不见。到了谭健次这儿更离谱，完全就像开了挂，百发百中，连要死就死在你手里这么长的词儿都能猜到，看得易小天直呼他好聪明，好厉害，太厉害了。看杨幂答的一点都不费力，哥哥们又忍不住上场检查装备，结果还是一样听不见。不过剧情发展到伏龙飞这儿完全变了画风，他操着一口不太标准的广东话，上来就把忐忑说成了坦克，引得围观的哥哥们爆笑连连。一向厉害的杨幂都遭遇了滑铁卢，只能说再聪明的人都抵不过粤语腔的队友，这次真不能怪大幂幂，毕竟前2局她已经死累全场了。不过这期也不都是欢乐的画面，在哥哥们选完战队后，开始了紧张的排练，伏龙飞就突然和 Casper 谈崩了，还闹到了摔东西的地步。两人在分词的时候就产生了大分歧，一个想让大家有更多的展示机会，一个却想放大优点来获取好感。面对分歧，谁都不想让步，甚至正面硬刚。在 Casper 提出前面一段让给伏龙飞，他负责后面舞蹈那部分的时候，伏龙飞彻底炸锅了，直接摔岗。
Casper 见状也不示弱，摔稿走人，气氛陷入冰点。弗龙菲作为队长，他必须要快速进行有效决定，不能任由分歧继续，因为留给他们的排练时间不多了。而等他冷静回来，发现队员们为了他妥协，以为他只是想要争那一段，这才没有控制住情绪。Casper 就更简单了，他觉得按他那样可能会更好的展现整体，至于谁出那一点风头都无所谓的。但是包括队长在内的其他人都只以为他要出那点风头。看到这儿，仪态突然想到了浪姐分词的场景，难道又是综艺效果？不过排练节目产生分歧确实也是难免的，他俩的出发点都是为了团队考虑，并不是因为谁要争唱那段 solo 而撕破脸。而且从他们产生矛盾后，队员们积极调解，还有后续的舞台来看，他们组合都是成功的，只要最后的结果是好的，那就够了。除了这些小插曲，这期节目还有一个亮点，就是刘敏涛的加入。对于涛姐，仪态的记忆还停留在她那首红出圈的红色高跟鞋上，那迷醉的表情真的太绝了，以至于每次看到她后，我都会自动脑补她的舞台。这次看到她加盟光哥，真的有点小惊喜，而她也没有让我们失望。刚和哥哥们见面，就来了一场认亲大会。她刚进场就四处找，还大喊我儿子呢。唐建次听见刘敏涛喊话，把手举高高，边笑边喊妈。这时候注意看，旁边付辛博、李文翰、Casper 的表情完全一脸迷惑，估计是被这突如其来的画面吓到了。缓了一阵后， Casper 也赶紧去和刘敏涛拥抱，嘴里喊着我是干儿子，干儿子。这一回轮到涛姐发愣了，不过还是会给她一个拥抱。看到这大型认亲场面，李文翰都有点羡慕了，小声说了句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他想上前又不敢上前的小动作，直接引起旁边 Casper 的注意，怂恿他也去认亲。跳过这段轻松愉快的认亲大会，反转又来了。6位哥哥进行了小考，刘敏涛、郑爽和金星分别用手中的票保下了萧社瑶、F 杰尼和杜淳，而剩下的3位哥哥明道、烧饼和苏醒将有1位面临竞演。节目组让其他15位哥哥写下表现最差的那位，大家都特别抗拒。一向机智的节目组又换了套路，让他们写下表现最好的哥哥。嗨，完全是换汤不换药嘛。不过哥哥们还是听从了安排，结果出来后，烧饼排在了最后1位。虽然苏醒想把机会留给烧饼，但在金姐和涛姐的劝说下，还是尊重了哥哥们的选择。后来烧饼又来了一段独白，镜头下的他伤心又难过。说实话，虽然烧饼的唱跳不太好，但他的努力我们都看见了，他还带给了我们不少欢笑，真的希望在后面的节目里还能看到他的表演。其实整期节目看下来，仪态最大的感受就是这期节目真的和之前不一样了。简单来说就是比较正能量，从哥哥们一起反击吐槽到各种励志的镜头，还有最后的集体行动，都圈了不少粉。或许光哥已经不再需要靠一些有争议的镜头来引发讨论，而是能够通过内容本身来收获大家的喜爱。节目组也发现，光哥最大的宝藏不是人气助力官，不是回忆往事，不是挑拨话题，而是这21位承受能力强、温柔、幽默且积极的哥哥们。好啦，今天的视频呢就分享到这里啦。如果喜欢四姨太的视频，就请多多点好关注，四姨太每天都会更新精彩娱乐资讯哦。